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昨天美股下跌了1个百分点，这1个百分点的下跌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有调整呢？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美股在7月10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悟空阳线，紧接着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之后，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构成了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从而呢突破了34000点的一个等位置波峰。等位置波峰突破之后，我们看到在7月19日的这一天，开启了新的一轮上涨。新的一轮上涨过程当中，有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和目前的沙僧阳线组。那沙僧阳线组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7月26日这一天走出沙僧阳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对美股来说出现了一轮震荡行情。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观察到一个特点，就是美股在不断上行，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回调。在回调动作当中，我们认为美股一旦出现高位震荡横盘的走势，那比特币势必会出现一定的反弹，因为美股市场占比金融市场的70%，美股的上涨呢具有一定的吸血作用。那美股一旦出现震荡回调呢，那比特币的行情就会有一定程度回暖。那么走到今天，我们看到昨天到今天虽然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但是行情走到这里，特别是在今天行情当中，它的波动是非常小的啊。截止到今天振幅呢，今天整个一个交易日从8点早8点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振幅只有1个百分点。那么目前的涨跌幅度呢是在0.03%，几乎没涨没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信号。原因是美股下跌的时候，比特币没有出现同步的下跌。美股上涨的时候，我们看到比特币出现了下跌过程；美股回调的时候，比特币没有下跌，证明有一些资金正在回流到比特币当中。如果美股出现持续性的横盘震荡，那么资金向比特币方向涌入的将会更多。同时呢，我们在昨天也给出了一个观点就是目前在比特币的行情当中，7月14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阴线，然后走8节阴线悟空阴线后面的这个持续性的震荡呢，我们认为是悟空阴线的一组干扰性 K 线，然后在7月24日走出8节阴线，目前的 K 线系统处在8节阴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行情当中是有机会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那么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下方的一个重要的支撑位在169均线27500美金附近。就这个点位来说，我们看到前面行情2次触及到169均线，一次是6月中旬，一次是3月中旬，2次触及169日均线之后都出现了持续的反弹所以呢，整体来说，本年度2轮最重要的上涨行情都是触及169均线作为标志性的信号的。因此呢，这轮回调如果能触及27500点的话，那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抄底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认为美股对比特币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美股出现持续震荡之后比特币触及27500点是一个好的机会。对于多头来讲，周线级别上，比特币周线级别上目前处在一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证明大的时间周期是向上的，日线级别是下跌的周线级别是向上的，日线级别是下跌的。昨天呢，我给出了一个概念是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就是这么来的。周线级别是一个上涨趋势，比特币仍然是一个多头的正向牛市行情不进的一个趋势，但是日线级别正在缓慢的回调过程当中。那么今天市场当中大部分人感觉市场下跌的币种比较多，原因是莱特币在减产之后利好得到释放，形成利空。但莱特币的减产它是一个更长期的利好，所以呢，莱特币依然是我们可以布局的一个标的因为减产之后的莱特币往往会有一轮大的行情，比如说20年3月到21年5月份这一波莱特币的主升浪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20倍的上涨幅度。那么当前86美金的莱特币在未来依然会有如此大的幅度因此呢，在减产之后的回调往往是低位黄金坑的一个位置。然后就在刚刚很多社区说 CFX 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那 CFX 呢是很跟比特币的一个币种只要比特币出现快速上涨行情呢 ，CFX 呢是几乎是一个比特币的3倍以上的杠杆相当于比特币的3倍以上杠杆。那么
位于低位的 CFR， 我们看从高点到低点，它的最大回调幅度已经是在67%左右，所以呢，它在低位的过程当中，比特币行情出现资金流上的一个回暖动作的情况下，那 CFR 容易出现一个动作。那么把时间级别往回敲到4小时级别，我们看到突破了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多头信号。再往回打呢，它的一个多头信号起始的时间点正在7月29日，也就是说4天之前我们就看到 CFR 有一定的启动信号，目前只是小时线延续到了4小时级别。那么在未来呢 ，CFR 有可能延续到日线级别，那日线级别的目标点位呢就在0.2669附近，0.27附近，这条压力线呢是由我们看是由日线级别的169日均线和144日均线合并构成，因此呢，我们认为一个多头行情它的突破动作的源自于小的时间级别，然后向大的时间周期去走。那么目前对于 CFR 来说，它已经在4小时级别上完成了一个突破动作，因此呢，急于进场的朋友可以把止损设置在4小时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的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在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止盈位和止损位，我们就知道如何进场，如何把握趋势，如何能够找到止盈的位置和止损的位置把仓位落实到盘面当中，和行情建立联系。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市场当中比较多的币种出现了一个调整通过我们的这个多空实时的数据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绝大部分币种在15分钟级别到4小时级别都处在一个下跌的状态。那么仅有的多头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只有一个就是 OP。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关注了OP 的一个上涨趋势这个 OP 的 K 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OP 这轮行情相对来说它的反弹力度不是很大，从底部0.895到高点只有97%的上涨幅度，就这一点来说还没有追上我们减产币种来的币减产币种来的币呢，我们可以看到从40美金涨到113美金，几乎是150%多以上的一个上涨幅度。但是 OP 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它的一个反弹力度还是比较薄弱的。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走8节阳线组和沙僧阳线。那么上方呢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我们系统判断它是一个多头的趋势。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没有出现一个多头的信号多头只有突破144均线和169均线才是日线级别的多头信号，但在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纷纷进入到了我们的资金池。小时线级别突破了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做出了一个突破性的动作，并且呢目前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上涨过程。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就给出了它有一个沙僧阳线的一个趋势。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呢是在1.9美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压力位，只有站上1.9美金到2美金以上，回踩1.9美金到1.85美金之后才是一个日线级别的进场机会。那么目前呢，它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进场机会。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通过我们的多空数据来看OP 是市场上唯一一个比较多头趋势的一个币种。还可以关注的币种是我们MF1个月的MKR。MKR 它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上涨过程，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出现了，周线级别8节阳线、沙僧阳线，目前正处在一个唐僧阳线的酝酿过程当中。上方主要的压力位呢是在166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21年3月到22年3月整整1年形成了一个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底部位置呢，我们看到从1600美金到58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巨大的黄金坑在这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底部都是可以埋伏的，所以呢，当时我们看到形成了4次的位于980美金附近的一个等位置波峰之后就是我们 VIP 群当中一个进场的一个位置。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大幅获利，那么上方还是有一定的空间。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